今天我们先看三个彻底违背经济学常识的疯狂数据。2026年6月，日本股市创下历史新高，日经指数疯狂飙升，冲上7万点大关。按照常理，股市这么好，国家货币应该变强，对吧？结果完全相反，日元汇率一路狂跌，逼近160的崩溃边缘。短短几年内，日元实际购买力直接蒸发了接近40%。更诡异的是，日本10年的国债收益率居然飙到了将近30年来的最高点。股市狂欢，货币失血，债务利息冲天，这三个现象同时发生，在金融学上就叫股债汇三杀的变种畸形狂热。大荧幕上的数字越是鲜红夺目，日本普通老百姓心里就越绝望。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我是 Alex。今天这期影片，我来带大家撕开这场7万点牛市的神话外衣，看看这台合法的精致吸血泵到底是怎么一边让国际资本赚好赚满，一边把日本普通人的钱包彻底掏空。很多人有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总觉得股市大涨就代表全民发财、经济繁荣。大家听我说，老实告诉你，这次日本的超级牛市底层逻辑根本不是因为日本企业的生产力暴增，更不是科技大爆发，它纯粹是由2大财务魔法拼凑出来的金融海啸。日经指数里权重最大的几十家公司，比如丰田、索尼、三菱，全都是跨国巨头，他们在海外卖汽车、卖晶片，赚的是美元、欧元。举个简单的小学数学题，几年前1亿美元利润换算成日元是100亿日元，现在日元大贬值，1亿美元能换到160亿日元。这些跨国企业在海外的销量一点都没变，但回国做财务报表时，账面利润凭空暴增了60%。外国大型机构和量化算法一看财报，哇，无懈可击的业绩神话，于是疯狂买入，把股市推上了7万点。这不叫企业变强了，纯粹是尺子变短了。全球对冲基金现在把日元当成了全世界最划算的杠杆工具，在金融圈这叫套息交易，口语解释非常简单，就是借便宜的钱买赚钱的梦想。目前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只有1%左右，而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高达4.25%到4.5%，将近4个百分点的巨大外汇利差，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财富缝隙。华尔街对冲基金以不到1%的极低利息问日本借海量日元，转手换成美元，冲进美股去买英伟达、台积电或者 AI 概念股。今年随便一涨就是30%到60%的回报。赚完钱后，他们再把利润换回日元，把原本的借款还掉，中间的利差和涨幅全都是纯利润。在大企业，外国投资者举杯庆祝阶级胜利的同时，真实的实体社会里上演的却是窒息地狱。这场牛市本质上是一场合法的财富大转移。财富没有消失，它只是从小老百姓的手里转移到了海内外资产阶层的口袋里。日本大新闻天天高喊企业实现了历史性调薪，但那只是名义工资，扣掉通货膨胀之后，日本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已经连续9个月在往下跌。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高达90%以上的石油和几乎全部的天然气、粮食全靠海外进口。日元贬值40%，意味着进口成本全面暴涨。这场无声的瘟疫从能源港口蔓延到便利店、超市的大米价格比前2年整整翻了1倍，创下197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涨幅。大企业有能力把生产线搬到海外避难，但占日本企业总数99%的本土中小企业无处可逃。原材料涨价，如果转嫁给下游，消费者直接不买了；如果不涨价，自己极度微薄的利润就会被榨干，最后只能倒闭。最荒诞的一幕发生了。
70岁的老人因为手里的存款和养老金严重贬值，为了生存，不得不重新穿上工作服，在深夜的便利店里干着高强度的体力活。而20岁的年轻人看清了这套游戏规则，发现自己拼命加班一辈子，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资产上涨的速度，最后选择原地躺平，自我放弃。面对这种复合型的生存危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高举日本再度旭日东升的口号强势上任，原本民众对他寄予厚望，但 Alex 可以中肯地说，他的政策蓝图更像是一场政治宣言，而非治病良方。高市早苗推崇的是新版安倍经济学，核心依然是大胆的金融宽松和激动的财政出动。他高举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大旗，拍板了史上最大规模高达122兆日元的预算案，甚至主张免去食品消费税2年。但这套激进的财政政策直接引爆了2大硬伤。首先，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到达了名目 GDP 的255%到260%左右，高居全球已开发国家第1名。高市想减税，想大撒钱，想大增国防开支和补贴，钱从哪里来？只能继续疯狂借债，发行新增赤字国债，这导致市场对日元和日本国债的信心彻底崩塌，超长期国债价格暴跌，收益率像火箭一样往上冲，40年期债息甚至创下历史新高。高市早苗在政治上极度强调民族主义，强推经济安全保障，他收紧了高科技、半导体材料的出口控制，试图在产业链上与主要贸易伙伴脱钩，结果反力道立竿见影，稀土等战略矿产原材料遭到反制断供，丰田、本田的电动车电机生产线大面积停工，精密仪器巨头法纳科被迫下调营收预期。原本日本可以凭藉技术底蕴在全球新产业竞争中夺回一席之地，但这种强制中断区域经济合作的操作，反而亲手掐断了国内创新与传统出口产业的血脉。面对疯狂贬值的日元和冲天的进口通膨，日本央行为什么除了一口气砸下几百亿美元进行外汇干预、口头警告之外，拿不出真正有力的武器？为什么不敢大幅度加息呢？因为日本央行正面临一场真正的死亡2选1。植田和南总裁手里的牌早就被市场看穿了。如果选择大举加息来救日元，国债的利率一旦升上去，债券价格就会出现史诗级暴跌。日本那些区域性银行、大型人寿保险公司手里囤积了几百万亿的超长期国债，账面浮亏会瞬间炸裂，直接引爆系统性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且财务省自己测算过，基准利率每向上跳一点点，政府每年庞大的偿债利息成本就会跳级。如果利率升到2%以上，光是还利息就要吃掉日本政府全年预算的1/3，到时候医疗、教育、国防开支全部会被挤压，财政直接破产。如果选择维持低利率来保国债呢？那么日元就会继续被全球对冲基金当成提款机，套利交易会更加猖獗。更绝望的是，日本政府为了鼓励老百姓把储蓄拿出来理财，推出了免税的新 NISA 账户，结果2700万日本老百姓出于对国内大通膨的极度恐慌，纷纷把保命的棺材本提了出来，透过 NISA 疯狂去买美股基金，这形成了一个无比讽刺的闭环。政府在前线拼命烧掉几万亿外汇储备，买日元灭火，普通老百姓却在后方透过政策通道，每年把8到11万亿的日元疯狂卖出，换成美元资产，前线在灭火，后方在交汽油。这就是日元救不回来的真正答案，它已经变成了被国债绑架的巨额人质。30多年前，日本人在广场协议和房地产泡沫中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崩塌。30年后的今天，当大荧幕上的数字来到更加疯狂的7万点时，日本面对的是更严峻的底层基本面，老龄化与少子化走进死胡同，本土劳动力每年减少，实体制造业竞争力全面滑落。这疯狂的牛市
背后根本没有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经济时代在做支撑，它更像是这个已经步入暮年的高龄化帝国在彻底走向终点前演出的最后一场华丽的回光返照。这场残酷的社会实验也给了所有人一面镜子，在全球化慢慢倒退、地缘政治撕裂、各国债务爆表的大放水时代里，纸币的信用正在被重新定价。未来决定你阶层和命运的，不再是你的名义工资有多高，而是你手里到底握着什么样的真实资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看清这个世界的底层运行规律，保持冷静的理性，管住自己的口袋，你就已经赢了全社会绝大多数盲目狂欢的人。你认为日本央行接下来会彻底放任日元贬值，还是引爆国债泡沫？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启发，请帮 Alex 点个赞。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和田先生，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影片见。